究竟双方能否冰释前嫌、握手言和？尽在本期主咖和他的朋友们。别来沾边，就沾就沾。看完这 VCR 之后，我们再好好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，热狗老朋友，来过很多次我们的节目，每次一叫就来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纯粹，纯粹的金钱关系。前2年，热狗出了一首歌，叫《除了说唱，我什么都不会》。您太谦虚了。您这不挺会挣钱的吗？娃娃，又是老朋友，之前来的时候标签是国内第一女 rapper， 这些年上了很多非说唱的节目，而且今年大家看还上了浪姐啊，可以说多元发展。现在你知道人家的微博认证已经变成了唱作人和歌手，直接把 rapper 删掉了。娃娃，别人质疑你，质疑的是第一，没有质疑 rapper， 所以自信一点，该加的加回来，好吗 rapper？ 好的，好嘞。艾弗杰尼，第1届说唱节目的季军，别小看季军啊，能成为季军很不错。我们今年的脱友都没有季军。没想到Shark， 新说唱2025的冠军，202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，这2个标签放在一起还挺违和的。你就感觉吧，就是新说唱这个冠军是去人大校招的。这边，范志毅老师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潜在主持人，前国足队员。上过1次世界杯，上过1次脱口秀节目，然后就进入了娱乐圈，又是上综艺，又是拍电视剧，所以在娱乐圈上班比在足球圈踏实哈。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就是这2个圈都是围城，有人想进去，有人想出来。哈哈曹，脱口秀的翘嘴鱼。今年参加了新说唱海选，全国271强。我告诉大家，为什么请哈曹来，请他来就是为了让 Shark 开开眼，让顶峰和谷底见一见，让你了解了解，就谷底的那个水渠能养出什么样的翘嘴鱼。加油啊！小齐，你还在那儿招猫逗狗呢？你别这么说自己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有点飘啊！因为在脱友里面吐槽，成功引起了艾弗杰尼的注意，并且促成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。看吧，还是小齐更容易引起 rapper 的好感。就小齐开的玩笑 ，rapper 听得懂。而且不是普通的听得懂，就是那种懂 bro， 我不懂好，布姐要好好介绍。步惊云有孩子的那年，正好是说唱节目的第1年，坐月子就是听的说唱，那月子坐的比一般人都长，因为那个节目播了3月，有身份。广智，脱友第2季的总冠军。广智跟说唱圈其实没什么关系。我们为什么请广智？想没想过？帅什么呀？嫉妒了。
我知道，能不能有点深层的考虑？我再问一下，我们为什么专门把没有和说唱没什么关系的广智邀来？人家说唱来个今年的冠军，我们能落后吗？第一个上场的就是广智。广智以前是编剧，今年拿到了冠军，终于可以人自己上了，我很感慨。就这个破节目，又痛失了一个好编剧啊！有请前编剧广智。谢谢，张老师终于下去了，废话太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广智啊。谢谢。首先啊，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新节目啊。这个节目呢，名字叫主咖。看到这几个人之后呢，相信你们跟我有一样的疑惑，哪有咖呀？扫了一圈，我明白了，就主咖的意思是主要来的是小卡拉咪。导演组说没事儿，你们代表各自的行业，形成2个阵营。昨天呢，官宣的消息发出去之后呢，观众也非常积极，都表示说谁在意你们2个行业呀？今天啊，全场最大的咖疑似热狗。疑似热狗是狗吗？就这几个人，你真的分不清谁是主咖。但是没有关系啊，在我们山东饭局上有个小技巧，就你就看那个饭桌上鱼头对准谁，谁就是主位。今天没有鱼头，用狗头代替。狗哥看谁呢，谁就是主位啊。但我觉得呢，狗哥应该也看不上这几个人，因为这几个人跟热狗比都不算菜，他最多算包子，因为狗不理。狗不理。导演组这次把我们分成2个阵营呢，说是你们有什么看不惯对方的，可以互相吐槽。其实我们呢也谈不上看不惯 rap， 我们这边就是纯嘴欠，他们就是纯小心眼儿。那你们可能好奇，那为什么还能坐在一块儿呢？他们只是跟我们过不去，又没有跟钱过不去。他们虽然小心眼儿，但是见钱眼开呀。艾弗杰尼啊，人非常的不错，在娱乐圈可以说是事事有回应。周震南在综艺里说，有些说唱歌手会模仿外国人的生活，艾弗杰尼回应。潘玮柏说，偶像还是要瘦一点，艾弗杰尼回应。这种行为就跟小齐在段子里提艾弗杰尼是一样的，就纯蹭。但小齐明显连蹭都蹭不明白，人家艾弗杰尼蹭的是周震南、潘玮柏，他蹭艾弗杰尼，还真蹭上了。艾弗杰尼，你也是，连小齐都回应。小齐是个啥玩意儿啊？这就相当于一个连环追尾的车祸现场。第一辆是个法拉利，第2辆是个17年的新能源，第3辆小齐骑个共享单车躺在地上，吵着要赔钱，你知道？是这样，小齐，责任在谁咱们先不说，就小齐你都不是机动车，你跟着瞎激动啥呀？开始艾弗杰尼回应小齐，我都愣了，你知道？我说这点热度也蹭呀，还回了2次。但我后来看了小齐的段子，我觉得这把不怪艾弗杰尼，因为小齐确实点名道姓了。语言的攻击虽然造不成实质性的伤害，但那话谁听了能舒服？小齐就属于是癞蛤蟆跳脚面，不咬人，但我膈应人。艾弗杰尼属于逮着癞蛤蟆钻出水来。一边转一边问，咱们哥们儿是不是有力气？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太狠了。哈哈曹一直跟我们说他也是玩说唱的，跟哈圈都熟。每次两边有了 beef， 曹哥就特别的高兴，站出来说可以斡旋一下。我们都信了，直到前2天前彩
没有一个 rapper 认识哈哈曹。这曹哥人特别可爱，最大的梦想是有生之年能在2个阵营中斡旋一下子，站出来化干戈为玉帛，模仿吕布辕门射戟。但是这样，曹哥，辕门射戟他必须是吕布，没有说赤兔马跳出来的。2军交战呢，跳出来个坐骑，你知道？说给我个面子，你知道？大家都很疑惑，说这匹马它在狗叫什么呀？Shark 说唱节目的冠军，没有什么人认识。他最火的歌就那首《洗牌》，你知道？可能有人听过，你知道？我真的觉得现在说唱其实没有以前火了，然后热度确实没有以前高了，整体水平我觉得也不如以前了。然后只有 Shark 一个人还在那洗牌呢。我觉得一副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勾圈坎尖大小王都在，这叫洗牌。你整一堆3、4、5，最后洗出来一个大王，那叫洗牌吗？那叫出千。他动不动手势就这样，咋了？出千让人把手剁了。当然了啊，我们也在走下坡路啊。我们2个行业属于是在这个低谷相见了啊。我觉得这2个行业相见一定是在低谷，因为就这2拨人的德性，但凡好一点就瞧不起任何人。那就哪怕此刻今天双方都觉得自己在痛打落水狗，只有观众知道，哎，落水狗咬狗。我觉得日子都过成什么样了，还主咖呢？我觉得这个节目就应该叫胡咖，英文名我都想好了 ，Who care？ 谢谢大家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可以，无懈，看得真好，真不赖，真不赖。大家千万不要被他的假象蒙蔽，就是真实的人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然后大量的说是什么癞蛤蟆。我觉得你这段吐槽里面最受伤害的是癞蛤蟆啊！导演老师在片尾字幕的时候要标注一下，录制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一只癞蛤蟆受到伤害。下一位要上场的 Shark。哎，朋友们看我们讲究吧，是不是冠军对冠军？都是冠军相见。等一下，我们所有的安排就是我们这节目，我们节目怎么胡 care 了？下期别来了。来，下一个上场的 Shark 拿到冠军以后呢，没多久就结婚了。去年其实 Shark 也参加节目了，淘汰了，所以去年没结成。去年结婚的是新说唱2024的冠军。因为这个节目是都很奇怪，就是都是拿了冠军结婚，他们可能不知道现在结婚不用费那么大劲，现在鼓励结婚，放开了。算，Shark不跟你说这些了啊，晚了，让我们掌声有请新说唱的新郎 Shark。加油！放心招，千万别生气，不会。他们弄得挺有样，赶紧研究一个，赶紧研究一个。研究。上个场怎么这么啰嗦呀？让我们掌声欢迎 Shark。大家好，我是 Shark。我知道大家对我们这个说唱圈有一些刻板印象啊。最近说唱上的热搜不是谁 diss 谁，就是谁有感情问题。感觉我们说唱是 diss and love。咱们这个节目不一样啊，只有 diss 没有 love。多虚伪的人来这儿都说实话。适合我。因为咱们人民大学的校训就是实事求是。首先要真心的表达一下对脱口秀的 respect。我觉得脱口秀嬉笑怒骂，针砭时弊。在我看来，脱口秀演员都是艺术家，
看看这几位艺术家，长得多像艺术品。我今年最火的歌是洗牌，是吧？那今天就从大王开始洗，怎么样？何广智，脱口秀大王。说实话，我不认识。今天这个阵容确实很像牌局，我跟广智俩王，热狗艾弗杰尼、哈哈曹小齐，4个2。哎，很多人说广智不火，那观众没有新鲜感了，能怪他吗？那冠军含金量变低了，能怪他吗？好不容易拿到冠军了，就是不火，这能怪他吗？我这完全就是为何广智发声啊，完全没有掺杂个人情绪，真没有，真没有。哎，冠军之路啊，非常辛苦，我真的替广智不值。其实证明自己不用得冠军，用嘴说就可以了。何广智，你跟娃娃学呀，你就说我就是国内第1男 Joker。接下来这位，哈哈曹，绰号叫188太子。我以为188是他今年在新说唱的排名呢，刚刚才知道他排第271。还有音效，甚至还有人说他是腾讯太子。新说唱海选就被淘汰了，就这还腾讯太子呢？啊，腾讯世界500强，腾讯太子说唱500强，是吧？咱蛙姐真的确实非常想成为国内第1女 rapper， 简单来说，想成为万妮达。万妮达江湖人称说唱武则天。娃娃，你跟人家怎么比？你穿的是新衣，人家穿的是龙袍，是吧？蛙姐还参加过吐槽大会，怎么说呢？娃娃在吐槽大会的表现跟哈哈曹在新说唱的表现差不多。哎，哇哇曹。7年前，娃娃说杨超越脸蛋漂亮只会哭，当时我分不清是谩骂还是嫉妒。前段时间刚道歉，分清了，就是嫉妒。哎，这7年杨超越越来越火，娃娃的新衣都穿成了古着，依然是她的代表作。小齐台上 diss 艾弗杰尼，下台就道歉，这不纯蹭吗？我就不理解小齐为什么 diss 艾弗杰尼。艾弗杰尼是所有 rapper 里最 real 的，要不能参加这么多真人秀吗？杰尼哥啊，你再不出歌，等你老了就只能靠走学掐烂钱了。那成啥了？那不成热狗了吗？热狗那是啥呀？热狗那是垃圾食品。接下来这位布姐，布姐是西安人，性格强势，领导有方，雷厉风行。上一个在西安这么强势的女人还是武则天。所以我觉得布姐就是脱口秀武则天。不好意思，娃娃又让你想到万妮达了。我根本没想。小齐精神小伙，娃娃精神小妹。我说实话，小齐和娃娃站在你面前，你只会觉得门当户对，般配。CP 名我都想好了，蛙七七蛙。小齐那段我看了，他模仿 rapper 那些夸张的手势动作，我第一反应就是反感，这不就是耍猴吗？跟普通人看 rapper 的感觉是一样的。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刻板印象，说唱不是这样的。大家都调侃说唱圈学历低，但我想说，才华跟学历没有关系，在音乐面前，只要你有梦想，你什么学历都可以。当然，人民大学最可以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人大毕业生仙儿。